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家人们，有没有每次馋那口香酥、脆爽花生米，却总在厨房翻车的时候？你是不是也纳闷，为啥餐馆里的花生米颗颗脆到掉渣，自己在家做就软趴趴没了灵魂？别愁了，今天就给大伙支个超实用的招。花生这玩意儿，营养丰富的很，口感更是独特，不管下饭还是下酒，那叫一个香，尤其是花生，简直是小酌必备。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解锁，让花生米在家也能炒得香酥脆爽的秘诀，轻松做出比餐馆还好吃的老醋花生，让你在家就能享受美味。在处理花生前，有个关键步骤可不能忽视。当我们把花生从市场采购回家，仔细检查一番，你会发现其中难免夹杂着一些坏花生，这些坏花生可不能留，得一颗颗精准挑出，千万别小瞧了它们。要是让这些小捣蛋混进锅里，整盘花生的口感都会被拖后腿，好好的美味瞬间失色。挑完坏花生，我们就倒入清水，这样就能轻松把花生表面附着的灰尘和各种小杂物冲刷掉。清洗过程中，你能看到清水渐渐变得浑浊，这就是花生变干净的信号。等清洗到位了，就把花生控水捞出，放置在沥篮里，均匀散开。这么做是为了让花生表面的水分自然晾干一些，毕竟谁都不想在炸花生时，锅里的油因为水分的捣乱而四处飞溅，伤到自己可就麻烦啦。在准备炸花生时，有一些关键细节能让你轻松炸出香酥可口的花生米。准备干净无水的锅，此时先别开火，往锅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紧接着把洗净的花生米放入油中。记住，一定要凉油凉锅就放入花生米，而且花生米提前清洗是必不可少的一步，这能有效避免它在油炸过程中快速变黑，防止出现外面焦糊了，里面却还没熟透的尴尬情况。现在我们开中小火开始炸制，当炸至3分钟左右，你会看到锅里开始冒大泡，这是花生米在油锅里欢快跳舞的信号。继续炸制。3分钟后，将火候调至最小火，保持慢炸状态。这一步十分关键，可以防止花生米被炸糊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瞧，当炸至6分钟时，花生米的表皮已经均匀上色，筷子轻轻翻动，能听到那令人愉悦的酥脆声响。此时就可以将它们盛出，倒在盘子里。趁着花生米还热乎，赶紧将它们稍微摊平，这样能加快散热，使其凉得更快。接下来我们做老醋，在调制老醋花生的灵魂料汁时，几种醋的巧妙搭配起着决定性作用。老醋花生的料汁需要精心调配，其中陈醋3勺，它浓郁醇厚的酸味是料汁的基底。香醋1勺，为料汁添上一抹独特的柔和风味。米醋半勺，为整体增添清新之感。加入1勺的白糖，赋予料汁恰到好处的甜味。半勺的红糖，可别小瞧它，这可是让醋汁变得浓稠的关键所在。它能让料汁更好地包裹在花生米上，大幅提升口感，是整个料汁中不可或缺的存在。再加入半勺的食用盐，巧妙地平衡了酸甜味道，让料汁层次更为丰富。按此配比调制出的料汁，
与酥脆的花生米相遇，定能碰撞出令人叫绝的美味。接下来我们起锅，把调料都倒入锅中，此时把火候调至中小火，让调料在锅中慢慢熬煮。这么做不仅能让各种调料充分融合，还能有效去除醋汁中自带的些许涩味，使最终的料汁风味更加醇厚。在熬煮的过程中，要记得时不时搅拌一下。瞧，经过大约5分钟的中小火熬制，锅里的汤汁逐渐发生了变化，开始变得顺滑，浓稠度也恰到好处。当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时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将熬好的醋汁小心地倒入碗中，放置一旁，让它彻底放凉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半个洋葱，把它切成小块。洋葱不仅能丰富口感，还为老醋花生带来独特清香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一把香菜，把它切小段。香菜不仅能提升菜品颜值，还能带来独特的香气，为老醋花生增添一抹清新绿意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等炸好的花生米彻底放凉，将它们轻轻倒入干净的大碗里。接着，把之前熬好并已放凉的醋汁浇在花生米上，随后撒上切好的洋葱小块和香菜小段，这些配菜能为菜品带来不一样的口感与清香。拿起筷子，充分搅拌均匀，让每颗花生米都裹满醋汁，沾上洋葱和香菜的独特风味。就这样，一道色香味俱全，特别适合下饭开胃的老醋花生就做好了。当你把那酥脆的花生裹上精心熬制、酸甜适中的醋汁，再点缀上清新的洋葱和香菜，视觉上已然是一场盛宴。夹起一颗放入口中，先是花生米的香脆在齿间散开，紧接着老醋汁的浓郁滋味瞬间激活味蕾，洋葱的微辣与香菜的独特香气交织其中，口感丰富的让人欲罢不能。无论是家庭聚餐时作为一道开胃小菜，还是闲暇时独自小酌的绝佳伴侣，老醋花生都能完美胜任。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这道美食的制作秘诀，还等什么呢？赶紧走进厨房，亲手为自己和家人朋友烹饪这道美味吧！相信它一定会成为餐桌上最受欢迎的佳肴，为生活增添更多美好滋味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